千年鲤鱼精在海上弹琴，吸引来往的各路船只。当他们靠近看清鲤鱼精绝美的容颜后，船只便会不受控制地撞向礁石，随后他便会一一查看对方的样貌。原来鲤鱼精在海上苦等81年，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丈夫。可她又怎会知道，她的丈夫其实早已离世。这天，世贤抱着父亲的骨灰渡海，准备将父亲带回故乡安葬。岂料这时他们又听到了鲤鱼精的琴声，最后船只无可避免的触礁。随后鲤鱼精来到岸上，没想到竟发现世贤正是她苦苦寻找的丈夫。鲤鱼精高兴坏了，以为自己又能回到以前那幸福的时光，随后便化作凡间女子与她相见。殊不知世贤其实只是鲤鱼精丈夫的转世，但是鲤鱼精并不知道这些，好奇丈夫为什么不记得自己了，尝试着和他讲起过去两人的甜蜜回忆。可世贤根本不记得他说的这些，更不认识眼前这个女子是谁，因为他经历了轮回转世，前世记忆早已经被抹去。女子见他这副样子，很是气愤，认为他是变了心，有了别的女人，于是一气之下直接将世贤给结果了，准备将他的魂魄带到海底，永生永世跟他在一起。怎料就在这时，妈祖察觉到鲤鱼精作乱，于是派出千里眼顺风耳前来，准备将鲤鱼精捉拿归案。此时点亮红心，留下大吉大利，妈祖都会庇佑你，下半年都能心想事成，财源滚滚。随后双方便斗起了法，最终打了500个回合，鲤鱼精还是不敌2位神将，最后只能灰溜溜的逃走了。世贤的魂魄跟随神将来到妈祖庙，连忙跪下祈求妈祖开恩，让他重返阳间，因为他还要帮自己的父亲安葬，他实在不忍父亲的骨灰流落荒野。妈祖听后表示，万物生死自有定数，倘若我今日助你还阳，那地府那边我又当如何交代呢？世贤听后当即表示，如果妈祖能让他还阳安葬父亲，自己愿意承受任何的果报，即便是永不超生，他也心甘情愿。妈祖被世贤的孝心打动，于是格外开恩，赐他还阳749天。回到阳间后，世贤第一件事就是将父亲葬回故乡。此时的他还不知道，今后将要面临着无法承受的痛苦。